神，你要干什么？本尊还想问你，你想做什么？本座在审问着小仙。他犯了何罪？你明知故问。天君已经接过此事，赦免于他。你却穷追猛打，滥用私刑。你是听不懂天君的命令，还是想违抗我天族的规矩？你。 别动啊，忍着点儿。使劲听着，疼。你也知道疼啊？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还知道师姐对我最好了，一听灵犀有难，立刻就过来了。我还没那么闲，我是来为神尊疗伤，顺路来看你的。神尊的伤严重吗？神尊本就神魂受损，加之在长生海冰封5万年，受了寒疾，此次又为了救你伤了元气，你说严重吗？忍着点儿，快好了。神尊。 神尊，禀告神尊，灵犀拜见。神尊，神尊，我进来了。神尊。 神尊，为何不躲？我虽然怕，但没有躲的理由啊。你不怕困无剑无情？神尊既然救了我，就不会伤害我。过来。 你为何进我内地？小仙听闻，那日神尊为了救小仙受了伤，特意来此探望的。神尊，你真的无恙？那日你为何擅闯长生海？原因小仙都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为了躲避那2个天兵的追捕。再者，小仙也是第一次来这天宫，对这天宫一无所知的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里叫长生海。 也就是神尊在幽都山神魔大战后长眠的地方。那日小仙当真是来送药的，结果正巧碰上那个什么天雷真君的封神大典。那个天雷真君，4海8荒、3山6界头一号的臭脾气神仙，他怎么能当战神啊？天雷真君。 乃是这9重天上赏善罚恶的上神，你这样嘲笑他，不怕遭五雷轰顶吗？不怕啊。小仙虽然法力低微，但是现在也算是浮云殿的人了。外面的上神，小仙不认的，只要认得神尊便足够了。拿来。什么？那日本尊手中有一枚长生结，被你拿走了。 许是丢哪儿了吧？神尊，小仙第一次见神尊，神尊就醒了。神尊，你也说了，小仙是你的有缘人。那既是有缘人，这些许小事，神尊是不会与小仙计较的吧？限你10日之内找回那长生结，不然就把你送到天雷真君那儿。你这满嘴谎言的小仙！ 想必到他那儿会收敛许多吧。下去吧。
是。神尊啊，神尊，枉我一直那么崇拜你，奉你为神明，没想到你跟那天雷真君一样。在家，我被我爹禁足，在这里还要被你监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四海八荒的，难道就没有我灵犀的藏身之所了吗？神尊，神尊！药。神尊，医官，灵犀为何至今未醒啊？我师妹，她是为了救神尊，所以法力耗尽，寒气入体才昏迷的。不过暂时还是不要移动她，让她自然醒来即可。他这是昏迷？当然。医官，如何了？我上次说过，神尊在长生海受了数万年的寒气，一时半会儿难以清除，须得时常去上清净天泉沐浴，并在殿中
以无尽木常燃明火，兴许能驱散几分寒气。奈何神尊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不但不听医嘱，还妄动仙法。今日若不是我师妹在，神尊怕是要继续回长生海长眠了。多谢医官叮嘱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的。请问医官，这无尽木为何物啊？在何处可以取得？无尽木乃是昆仑神木，昼夜常燃，暴风不息，猛雨不灭。本来是生在昆仑以南的炎火山上，奈何5万年前，云峰上神，思四海水势，却饮酒大醉，水淹昆仑。从昆仑炎火到极北大月，千里之地尽成泽国。那无尽木沉在水底数万年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当年的功效。那别处可还有这无尽木啊？听说弱水以西的赤焰洞里也有一些，但那里是闭方的洞府，盘踞着数以千计的火鸦。以神尊现在的身体，怕是……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师兄的身体还请医官多多费心。我是天宫医官，这本就是我的责任所在。师兄，我去就会。小心些。哎，敢问这无尽木需要多少啊？自是多多益善。好。神尊，那小仙也先告退了，师妹就拜托你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睡在神尊殿中？对，昨晚神尊发了寒疾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怎么睡着了？还睡在神尊的床上。我怎么腰酸背疼啊？莫非神尊趁我睡着打了我？灵犀，灵犀，灵犀，有人看到灵犀了吗？没有。快找找啊！哎呀，糟了，灵犀，人呢？这呢，这呢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，受没受伤？没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昨晚殿中进了贼人。贼人？这九重天上还有贼人呢？定是那魔族余孽，知道神尊苏醒了，又起了邪念。我还真是小瞧他们了，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我福云殿。那个13，
你怎么确定是魔族余孽进来了呢？那妖人许是畏惧神尊之威，所以想先偷袭我。我哪是那么好偷袭的？我以前那可是神尊麾下左官出身，我的法器察觉到敌意，已将那妖人驱走了。你们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13在，有神尊在，任他妖人千变万化，都不可能逃。哎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我昨晚睡这儿了。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里？因为神尊身有寒疾的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都不许说出去，听见没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夜里战神收了一个仙娥进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，那仙娥名叫灵犀，就是那个灵犀啊，就是那个夸父山桃林里的小丹娘，被战神带回福宁殿的那位，肯定是以前就认识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？战神一醒来，他就正好上了9重天。他们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？不知道，喜欢你呗。可我又不认识他们。那个是子姑送的。子姑是谁啊？侧神啊。还有侧神呢？当然了。灵犀，前2次人多，都是匆匆一眼，没仔细看。还挺好看。这位神君，你找灵犀有何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这呢有颗定风珠，没什么大神通，但胜在好看，送你了。喏，礼物。啊，这是9转金丹，是药王最新炼制的，有强身健体、洗精伐髓的功效，对寻常伤势也有奇效。这无功不受禄的小仙不能要，你就收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还有，神尊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啊？神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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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袁童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他先去袁家祖庙祭拜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我去看看。是。是你跟别人说你在本尊的寝殿内睡了1夜？小仙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也没撒谎啊，我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他们想多了。再说了，睡1夜就睡1夜，也没什么。我在桃林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在程燕的房间里睡，我爹都不说什么。你这女子，怎么那么不重视自己名声？我爹说了，心中有正气，就不在乎别人说3道4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觉得跟神尊传出点谣言，算是吃了多大的亏。你这小心！难道是神尊你觉得吃亏了？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碰都没有碰神尊一下。住嘴！出去！啊？出去！哦。啊，对了，神尊你还没谢我呢。那日你发病是我救了你，你还没跟我道谢呢。好啊，本尊现在就跟你好好道谢。算了算了，没关系的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
神尊，你还是早些歇息吧。你要是觉得冷，就加一床被子。药我放在柜子里了，你要记得吃。那神尊，小仙先告退了。告退了。师姐，怎么样？还待得习惯吗？既然选择来了，就好好待着。凡事要自己当心些。先走了，进去吧。神尊，云峰上神。13都跟我说了，神尊给我安排了新的差事，让我看火。神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差事办得妥妥的，绝不动这神尊，也绝不让火烧到东西。你这小仙，从进了门开始就笑得合不拢嘴，怎么能给我师兄看火就这么开心啊？那当然了，能为神尊办事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小仙告退。师兄对他还是有所怀疑啊。长生海一事，他本就是重要关键。他可有问题啊？我在他身上未察觉丝毫魔气。但真君说的对，吞天兽对他异常亲密，不得不防。可惜啊，这几日天宫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全是你和这小仙的趣事。本来还以为师兄你沉睡了5万年，这醒来之后总有些好的变化，可是没想到，若是他真的有问题呢？身为战神，自当尽责，是该探一探这小丹鸟的底了。那日在天君面前，依仙乐伯的态度，确实十分奇怪，似乎在怕什么。不问而入是贼也。你是何方小贼，擅闯我桃林，不怕死啊？乐伯在哪？乐伯也是你叫的。有几分手段，再让本仙试试你的斤两。
神尊，小徒见识浅，不知道战神大驾光临，坏了礼数，得罪了战神。医仙言重了，是本尊来的唐突。医仙若是要继续修理徒弟，本尊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不是你还敢再说话？战神说笑了，战神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刺史有事相商。令爱在天宫甚好，医仙不必挂念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到大在哪儿都活得特别好，所以说老夫从来不担心她。是吗？我倒是听说她自幼在桃林长大，医仙不让她出去半步。这一次去天宫，是她自己逃出去的。女儿嘛，当然要严加管教，是吧？你说世事险恶，到处乱跑，你哪知道她哪天在哪个地方碰到哪个臭小子，被哪个臭小子一个眼神就给勾走了呀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外表光鲜，内心是扁是圆，是黑是白，谁知道啊？医仙对女儿很是疼爱啊。自己的骨肉能不疼爱吗？不知道灵犀的母亲为何人？不记得啦。想当年春宵一度，没想到过几年送了个女儿过来，就从此不见人了。这样的女人不想也罢。来来来，吃点心。你这桃林很是清幽啊，安静得很。本尊从来到现在，别说虫鸣鸟叫了，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老头子，我怕吵，所以说在这方圆10里之内设下了结界。山鸟自然是进不来，但是挡不住法力高强的战神呐。挡不住本尊，但是挡得住灵犀。医仙对女儿的保护可是煞费苦心啊。好久。没事吧？神尊，该吃药了。神尊，神尊，山林族国师景修在殿外求见。也不看看什么状况，神尊哪有功夫理他们？算了，还是我去打发他们吧。等等。交给他。是。我们家神尊今日不见客，这是他让我给你的。二位，请回吧。多谢仙子，那就改日再来探望战神。国师，这……
光，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神尊，你醒了？你怎么样？冷不冷？好多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昨天吓死我了，冷得跟个冰块一样。我做梦都梦到我被我爹丢到地窖去了。啊，吃药。神尊，吃药。你没事做？有啊，神尊，你亲自安排我的差事，你忘了？看火呀，我的差事就是在这里看火。我在殿内的时候，你不用在这儿看火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来这儿几天了？7、8天了吧？第9天。9天？神尊，你记得好清楚啊。还有1天就是第10天。我的东西呢？限你10日之内找回那长生劫，不然就把你送到天雷真君那儿。你这满嘴谎言的小仙，想必到他那儿会收敛许多吧？灵犀，找什么呢？你有没有看到我一个长生结啊？红色的，这么大。看到了，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每天晚上都翻来覆去的看吗？哎呦，可我现在找不到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花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大殿伺候吗？哎呀，司命大人来了，神尊命我出来的。司命大人是谁啊？哦，他是文昌宫的主神，主管凡间人族生年之本命。听说啊，他之前是个凡人，在凡间的时候姓韩名元信，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拜在仙长神君的门下，苦修了几百年，飞升成神的。才修了几百年，就成了一宫的主神啊？文昌宫不比别处，主管凡间所有人的子嗣、姻缘、婚配、灾祥和福祸。你想想啊，那凡人有多少啊？文昌宫的差事可是永远都做不完的。唉，做了文昌宫的主神啊，要想在修习上有什么精进，那就太难了。所以咱们天宫啊，测神、瘟神的神位都有人抢呢，唯独这文昌宫，大家可是避之不及呢。他在做什么呀？山林族的国师名叫景修，玄鸟族人。玄鸟一族出谋士，世世代代都是辅佐山林族主君的。但是5万年前，上一任国主元度在位时，玄鸟族密谋造反，结果被玄鸟族族长的亲儿子告发。这个人就是景修。他当年不但告发了自己的父亲，还发下血咒，称其一生辅佐凤凰一族。
这才在元度的手中活了下来。后来又过了几万年，元度死于天劫，将主君一职传给了他的女儿灵月。景修也按照传统接替了国师一位，一直辅佐灵月之心。他这人在6界中没什么名声，只听说为人低调，做事还算勤勉。山灵族这一任主君灵月对政事不感兴趣，所有族中的大事都交给景修来办。天君曾夸他弑君以忠，但一个背叛父族、侍奉仇人的人再是忠义，恐怕也没有人喜欢与他来往。是以天宫的大小宴饮，他从不参加，我也没跟他见过几次面。那日属下被偷袭之时，神尊怀疑与锦绣有关。本尊睡了5万年，这6界之中出了不少人物啊。说起人物，这刚上任的海族焦黄和青丘老狐名气可比他大得多。这位国师心机深重，你以后与他打交道要小心一些。是。仲浩是烈夷的儿子。是，仲浩是烈夷的遗父子，他是在山灵界出生的。他性格暴躁，不服管教，和他爹一样，早就带着族人离开了穷荒之地，隐藏在10万大山之中。我曾撞见过他一次，看在烈夷的份上放了他一马。可没想到他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造起反来了。说起那位国师景修，他对外低调，对内却是铁腕统治。仲浩桀骜不驯，怎肯任他牵制？这一来二去，2人便结下了死仇。师兄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天雷老头竟然主动找天君，要为师兄你办一场接风宴，更是请了6界所有有名有姓的神仙来参加。他们来势汹汹，必有依仗。他能干什么？以神尊的修为，怎么还怕他不成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要是动手的话，我们自然不怕他，就怕他暗中作鬼。师兄啊，要我看，我们还是说你身体没有完全恢复，无法赴宴吧，没有必要被天雷老头牵着鼻子走啊！啊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去看看吧。万年了，又能见到战神了。真君，哎呀，今天大殿上可真热闹啊！各方有名有姓的神仙都来了。那是，我们神尊的面子不是一般的大。好像来的仙女也不少呢。我刚刚啊，还看到了药王的小女儿玉离仙子，她这次回来啊，定是冲着咱们家神尊来的。林夕，找什么呢？长生节啊！哎呀，那也不是什么宝贝，丢了再编一个就是了。别找了，把药给神尊送去。神尊在哪儿？还能在哪儿啊？天宫大殿的宴会都快开始了，赶紧的，快去快回。神尊，袁童，过来。袁老夫人，神尊，东海杜宇见过神尊。本尊听人提过你，很是年少有为。多谢神尊夸奖。
神尊呢？仙姑，不知仙姑名讳，来自何处？小仙叫灵犀，是来自桃林的。原来是桃林的仙姑。众仙已经落座，仙姑请随我来。我就不用做了。宴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仙姑请随我来。神尊，我与神尊多年未见，没想到竟还有重逢的一天，我太激动了，见笑了。没有。诸位爱卿，免礼。今天是9臣的接风宴，是个大喜的日子。诸位都随意一些，不必拘礼。谢天君。你也认得战神？不认得。那你为何一直盯着他看呀？因为好奇。当年我也与你一样，谁知纯属好奇的一眼，就误了自己的终身。你可千万不要学我，他这样的人，不是你这等小仙可以妄想的。不然到头来也只能伤了自己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仙叫灵犀。我叫玉离，是药王的女儿。药王？药王洞我知道，我师姐就在那儿。你师姐？何人？我师姐是……明明白白的事，说不得吗？今日是我家神尊的接风宴，紫光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要敬9臣上神一杯酒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家神尊喝酒？想要喝酒啊？跟我喝。好啊，我这杯酒是敬当年所有死在幽都山一战的天族战士们。9臣上神是在这一战中唯一活下来的人。开阳既然想要替9臣上神喝这一杯酒，行啊，我喝1杯，你喝10万杯吧。怎么样啊，开阳，敢不敢喝呀？好大的气魄呀！本座若是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月食之日，在西海出现一头混沌兽，天君派你紫光率兵前往缉拿。然而呢，你在派兵前往的前一天晚上，在西海老祖的地宫里喝光了他2万年的存酒，整整醉了1个月，导致这混沌兽逃走，你麾下的2000天兵全部葬身西海。本座很好奇，你那日有没有喝满10万杯啊？
云峰，本座的名讳也是你叫的。哎，你这老怪，你喝酒就喝酒，你怎么往我身上洒呢？你是腿瘸了，又不是手残了。哎，算了，回头你把你洞里珍藏的那些美酒分我2坛，正好你要去住巫山，那地方是百虫之地，凶险的紧呐。喝酒误事啊，喝酒误事。你就是想喝我的酒？做梦去吧！我大不了就赔你1件衣裳嘛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天君，哎呦，此处刀光剑影，气氛不对，不宜久留啊。神尊真是气度不凡。他刚刚好像没说什么吧？你懂什么？心无物欲，山崩亦可不扰；宠辱不惊，陋室亦有抒情。神尊的心呐，你们不懂的。给开阳疗伤，耗损极大，没按时吃药，又频频饮酒。不管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神尊，吃药，酒少喝一点。你回去。你先吃药。天君，近来大喜的日子，臣也有一喜。真君，你有何喜啊？天君，这么多年来，臣一直派手下前往幽都山，寻魂索骨，寻找遗物。只因当年幽都山一战打得甚是惨烈，其中内情诸神不知，5万年了，一无所获。不过，天佑我族，不但救臣死而复生，臣这几日也找到了一件当年的遗物。袁统将军，你仔细看看。这是不是你兄长的东西？存心钉，正是。天君，这正是袁成将军的传心钉。袁成将军仙逝之后，此物就不得所踪。臣也是近日才得到了这枚法器。哼，战神，你可认识此物？元征之物，本尊自然认得。这的确是家兄心爱之物，多谢天雷真君。你确定？自然是确定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儿，
尊，你的手。啊！九臣身为不见当年呐！谢神尊。神尊，我害怕。天雷，你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哦，启禀天君，此事与臣无关。传信钉乃元成将军的本命珍宝，臣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攻击九臣呢？是不是九臣与元成将军生前？不可能！家兄生前视神尊如兄如父，最是敬重。神尊对家兄更是恩深义重，将其视为左膀右臂。可传信钉如此，这又是为何呢？这有何奇怪的？当年一战之后，幽都山几乎成为神魔之墓，那里死气、魔气、杀气焦灼，寸草不生，生灵不入。此物在那幽都山沉寂了5万年之久，有些异常也不足为奇吧？有些异常不足为奇，哼！可他为什么不针对诛仙，而针对九臣呢？那你该去问那传心钉，问我有何用啊？云峰上神，这是伶牙俐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族统一6界，靠的是天法森严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心存私心，那怎为天族上神？天雷，你九臣，本座问你一句话，你敢回答吗？想问便问。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元成将军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无一位生还，是不是命丧你手？天雷，你够了！你真以为我师兄没脾气吗？哼！天君，天君，老身有话要说。老夫人请起，有话请讲。老身心中尚存疑惑，还要请九臣神尊替老身解惑。老夫人，请问。神尊，我袁家男儿世代从军，从3皇时期直到现在，战死沙场的孩儿，不到1000也有800。但是，老身不明白，我天族战士战死沙场，本应尸骨不腐，神魂不散，由我天族收敛。可是，幽都山一战，10万天兵神魂全都不在了。神魂不归，为何部将皆死，主帅独活？为何有人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年，却突然醒了？这些老身都不明白。你放肆！天君，家母思念王兄成疾，才会口不择言，请天君恕罪。住口！
云峰上神，老身是请神尊解惑，何错之有？是在质疑本尊在神魔之战中懦弱怯战，还是质疑本尊害死了10万天兵，毁了他们的神魂骸骨？又或者是怀疑本尊如今已然入魔？九臣，慎言。请神尊慎言。老身不敢。死，我袁家男儿不怕，但要死得清楚明白。这是压在老身身上5万年了，今日，在这凌霄宝殿上，当着9重天众仙的面，老身求得一个真相，请神尊成全。请天君成全。母亲别说了，我们袁家所有的男丁，为保天族，战死沙场，骸骨全无，神魂湮灭。难道老身问都不能问吗？神魔大战中，众天兵天将与本尊并肩同行，将魔军及魔族困于幽都山。魔族一众以血肉生魂献祭魔军，令其威能滔天。10万天兵未克魔族，燃烧神魂，引命死战，终将魔军灭于幽都山下。10万天兵均为屠魔战死，无一生还。可有依据？本尊的话就是依据。老身够了，老夫人，你要的答案，九臣已经给你了。你若纠缠不休的话，休怪本君治你一个咆哮天宫之罪。九臣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天君。神尊，请喝茶。神尊，神尊手炉。今日多谢你。神尊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小仙今日可是威风的紧呢。神尊刚刚牵着我的手走出大殿，你可没看到那一众女仙的脸色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今日大殿上那么多事，
你就只顾着看那些女神仙？术业有专攻，大事嘛是神尊这样的大人物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仙，大事不能参与，那就只能自己找乐子了。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神尊，其实小仙一向都是这么机灵的，只不过过去神尊繁忙，我机灵的又不够明显，所以才没有察觉到。神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有，我也是到了天宫才知道，原来这天宫的神位竟然这么抢手啊！除了侧神，还有斗神、爻神、穷神、床神、瘟神。穷神分为上穷神和下穷神，床神分为床公、床母，那瘟神就更厉害了，分为春夏秋冬四方瘟神，还有中间总管的中瘟神。怎么什么神位都有人抢啊？凡人常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，为了金银财宝，为了高官厚禄，抢来抢去。正所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神尊，你位高权重，被人忌惮，也是寻常。你是在安慰本尊吗？不是，我是在安慰我自己。神尊被人污蔑，我气都快气死了。只可惜，我只是一个小仙，地位低，法力又弱，不然我一定要打爆天雷那老头，踹扁袁家那老太太，方可泄我心头之恨。神尊，你笑了，我第一次看你笑。你下去吧。神尊不用灵犀陪你聊天吗？那灵犀先走了。今日大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可惜我不在殿上，可惜我位卑言轻，可惜我已是女儿身，可惜我法力低微。为什么他们说的跟我的梦境是一样的呢？梦哪里做得了真啊？那些人也是在冤枉神尊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哎呀，画错了。
天君还在苦恼九臣之事。九臣是本君看着长大的，他的品性如何，本君最为清楚。可现今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他，他却连一句都不愿意解释，这如何让天下信服？他不解释，自有他不解释的道理吧。唉，天君对他很是信任呐。本君只是对人心看得清楚罢了。这几万年来，战神之位空缺，人心浮动，过于急躁了。那天君是不想追究了？本君是可以不追究，但是别人并不一定这么想。哎呀，九臣想扛下此事，这是他的选择，他要为此付出代价，本君帮不了他。与此相比，还有让本君更为操心的事啊！幽都山的魔气又中了。哎呀！九臣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多年，忽然醒来，吞天兽封印自解，这些事情看起来都不是巧合。自天地初开，神魔并存于世，已经斗了几十万年，互有损伤。这才刚刚过了些太平日子，如果魔君再次出世，腥风血雨恐怕会再次降临世间。那天君打算如何应对？查幽都山一战，本君可以不管，但是九臣醒过来的事情，是否与魔君有关联？此事，本君必须要知道。所有一切与魔有关、祸害苍生之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灵犀，你编什么呢？长生节。这哪是长生节啊？这也太丑了。我只看过，我没有编过。你会啊？嗯，当然会啊。那你教我。好呀。你看啊，要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看好了。嗯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编这个干什么？送人。哦，灵犀有心上人了。你别瞎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脸红的。我那是热的。华言，你怎么变这么好啊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你在哪个族？是神是仙，还是什么灵兽啊？我是人。人？对呀，凡人。我是自己修习才来的天宫的。那你在凡间的时候是做什么的？我生在宫里。宫？皇宫？你是公主啊？不是。听他们说，我是侍卫和宫女私通生下来的。皇后没有要了我的命，觉得我可怜，我就在宫里活了下来。这皇宫这么好，你为何要到天上来啊？皇宫哪里好了？终日要伺候别人，还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。好在后来我遇见了我师父。我师父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教我修习，传我仙法。于是我就抛弃了一切凡尘俗世的牵绊，来到灵山中修炼。然后又过去了3000年，我终于从地仙修成了天仙。
这才来了咱们天宫，来了咱们福云殿呢。然后继续伺候人。啊，华言，你看看你，你没日没夜的修习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从一个宫殿修到了另一个宫殿，从伺候凡人修到了伺候仙人？你以前在凡间编长生节，现在在天上编长生节，又有何不同啊？你们凡人真是爱折腾。当然不同了。以前我只有不到100年的寿命，但是现在我可以活上1000年万年，然后我就可以1000年万年的伺候人。啊，这么快就编好了？嗯，谢谢你。我走了。哎。你挡我干嘛？起开，挡得住吗你？起开！紫菱香雾道茶、翠玉参百事，这么多东西都没了，怎么不拿牌子去取啊？站在这儿干嘛？今天谁轮值？是百姓。人呢？说是家中有事，告假回家了。那你就不会去吗？13姐，几个大殿我们都连跑了5、6趟了，可那些小仙不是推脱没有，就是管事不在。你是不知道，咱们福云殿现在有多不受人待见，到处遭人白眼不说，还要受人冷嘲热讽。混账！哪个大嘴巴告诉你的？我去打碎他的！我打！13，你也做了5万年的女人了，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打碎别人的？啊！我去吧。算了，分我一半，我也去吧。都说神仙清心寡欲的，怎么看着比程燕那只千面狐狸变脸都快？当初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到福云殿巴结，这才有点风言风语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当真是可恶！看你往那跑！哎，这位姐姐，这位姐姐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只应该是凡间的小狗吧？没错。若是咱们天宫的神犬，又岂会这般无用？那既然是凡间的小狗，怎么会在天上啊？你又为何要把它放在肉桶中？是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，跑到了凡间，正巧碰到这只小白狗，戏耍之后，索性给带了回来。谁知道这凡间的狗也太不中用了，飞到天上吓了个半死。带到万灵院又受不住神兽的威压，索性我就把它放到万灵院充当神兽的口粮吧。能在神兽肚子里过一遭，也算是它的造化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就算在天君的肚子里过一遭，那也算不上什么造化呀。
这样，你给我，我来养。拿走便是。抱好了，它很皮的。多谢仙子。下次店里再缺什么，由我前去。是，我看他谁还敢欺负我们。哎呀，东西取回来便好，你又何须与他们置气啊？哟，这是哪来的神犬？怎么毫无灵气？我们可是凡间的家犬，当然没有灵气。哎呦，瞧瞧这生的，又瘦又小，这要是拔了毛，恐怕是见不到多少肉了。你要干嘛？不拔毛怎么吃啊？我好不容易把它从神兽口中救出来，就是为了好生照顾它，不是为了让你吃的。你给我离它远点儿。嘿，我堂堂一个上仙，区区凡俗家犬，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口？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跟它亲昵亲昵。不碰就不碰呗。谁稀罕？小白呢？毛多，肉少，不爽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给我吃了？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还我小白！还我小白！小白？谁是小白啊？就是那只凡间小兽啊！哎呀，谁吃它了？啊！你再让我睡一会儿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神尊，这是何物？这是一只普通的凡间家犬。既是凡间生灵，为何会出现在我浮云殿？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抓了上来，它本来是要被充作神兽的口粮的，我看它可怜，就讨了回来。你要在浮云殿中饲养它？神尊不许吗？你若要养，就自己负责好。谢神尊。那小仙告退。对了，神尊，最近天宫的风言风语，我是不会信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神仙。这根线是从哪里穿过去的啊？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？可是我就是按照你教我的穿的呀，怎么看起来歪歪的？拿来我看看。你看啊，你这上面就已经穿错了，这下面怎么会正呢？哎，我不是已经给你编好了一个吗？我要自己学。你就学成这样啊？哎，13，你来看看灵犀这编的都是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
这不是解开了吗？你干什么啊？不是让我解开吗？我辛辛苦苦编了1个上午的，好不容易成型的。这是什么呀？长生节。哎，我好歹也去过凡间的，你这哪里是什么长生节？你这明明就是随手团了个长生疙瘩。你懂什么？这天底下比这好看的长生节多了去了，可是由我灵犀亲手编制的长生节，仅此一个，意义非凡。难看，难看怎么了？送礼最重要的就是心意，心意你懂不懂？我说了你也不懂。啊，走了，干活去了。花言走了。哎，这你难看就是难看嘛，你那最多就是个长生线团、长生疙瘩，一小便也没用。心意，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林夕，快来帮我一下！来啦！林夕，你快点儿！小白，我不管你了啊。小仙知错了。小白，他灵智未开，不懂规矩。小仙作为他的主人，没能照顾好他，便如何？便应该替他受罚。神尊，你就责罚小仙吧。接下来1个月，罚你每日来大殿清洁打扫。是，小仙一定。小仙不许使用法术。啊！不准偷懒。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神尊你的长生节啊，我找到了。这个是假的，本尊要的不是这个。神尊，你的那枚真的丢了，小仙都快把整个浮云殿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，神尊你就饶了小仙吧。这怎么不一样了？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小白，你可真厉害！你竟敢在神尊的鞋上撒尿！